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期权。最近美股回调，尤其是科技股更是跌幅惨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种使用期权来对冲风险的方法。那如果已经提前空仓了的朋友，这时候还是建议以观望为主。实在管不住手的，可以参考这期影片的方案去做 sell put 来抄底。行权价设置的可以低一些，这种方法股价跌不到行权价，我们拿权利金；跌到了行权价，我们顺势抄底股票。这方法赚钱和手痒都解决了，玩失败了还能低位抄底股票，三赢。而且现在市场不确定性增高，隐含波动率呢也比以前要高很多，所以卖期权会很划算。后期我也计划给大家实盘演示一下，看看每周卖一张 put， 一个月下来能赚多少钱。接下来就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如何用期权对冲风险。时间回到一周前，在预计标普500要回调的时候，那为了防止风险发生，我们就可以用今天讲的几种方法来对冲风险。大部分的对冲风险的方式都是有成本的。那在影片的后面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成本很低又能100%对冲的方案。如果说今天时间够用，我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几乎可以零成本对冲的一个策略。先说最基础的对冲方案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直接买入看跌期权来对冲，直接 buy put option。那这个呢是最有效的对冲方法，但是呢缺点就是价格有点高。如果你前期股票有获利，担心获利回吐，又不想错失以后的涨幅，那么可以考虑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首先我们手里要有100股正股，然后买一张看跌期权来保护收益。行权价和到期日可以根据你想要保护的幅度和保护的期限来自行选择。举个例子假设我想保护一个月谷歌100股正股，7月19号收盘呢，谷歌的股价是179块3毛9。假设我预计谷歌股价未来一个月的涨跌不确定，但是呢我又担心大跌，所以这时候我可以买一张看跌期权来对冲风险。比如我可以买一张行权价在180块钱的，一个月后8月16号到期的谷歌的看跌期权，那价格是7块2毛5。一张期权合约呢代表了100股股票，也就是说买这张期权呢，我实际要花725块钱。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完美的回避掉股价低于180块钱的全部损失。不理解的朋友呢，可以看看我的第一期影片，买入行权价180块钱的看跌期权，意味着只要股价在180块钱之下，我们就有权利让卖方以行权价格180块钱的价格买走我们手里的100股正股。所以说，无论这一个月内股价如何下跌，我们手里的股票永远都值180块钱。这个时候有的朋友会说了，100股谷歌要花725块钱的一个成本去对冲，这个成本高了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这个行权价降低的，就是说我们能承受一部分的损失，但是呢跌破行权价了以后我就没办法承受了。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定行权价格为170块钱，也就是说我允许股价再下跌10块钱，但是再下跌更多我就承受不了了。那这时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一个月后8月16号到期的行权价格是170块钱的看跌期权，价格就仅仅只需要3块3了，那100股也就仅仅需要330块钱。那这方法其实等于说是给股票的一个下跌，股价的一个下跌买了个保险，那花点保费也是很正常的。当然保费花的越多，自然理赔的范围和金额就会越大，保费花的越少，自然理赔的金额就会有些少，也会有一些免赔额，这也是非常好理解的。有朋友可能又要说了，老王300多我觉得价格还行，但是呢我不想多承担10块钱的一个亏损，就没有100%能对冲，然后保费又低的策略吗？其他人那里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老王这里肯定有。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这个策略，这是个双腿策略，是在第一个策略买 put 的上面的一个延伸，或者这样理解可能更好理解一些。我们前几期影片里面讲过 covered call， 这是个非常有效并且实用的一个策略，不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这期影片。我们先来简单复习一下 covered call。首先呢手里要持有100股正股，然后呢卖掉一个行权价高于当前股价的一个看涨期权，这样如果到期后股价涨到了行权价，我们就按照行权的价格卖出100股正股，这样呢我们不仅赚了权利金，还赚了当前股价到行权价之间的这部分的一个涨幅。
如果股价下跌了，我们同样可以拿到卖 call 所赚的权利金，但是呢，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股价跌幅太大，那么我们赚的这点权利金是没有办法弥补股价大幅下跌的损失的。所以在基于 covered call 的基础上，我们只要解决了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损失，就基本上可以完美的对冲风险了。所以聪明的小伙伴可能想出来了，持有 covered call 的同时，我们再买入一个看跌期权，这样我们就能很好的回避掉当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 covered call 没办法覆盖的那部分损失。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有效的降低了对冲风险的成本。你看，买看跌期权我们花费了权利金，但是呢，我们做 covered call 又卖出了一个看涨期权，又收取了权利金。卖 call 收取的权利金可以和买 put 花费的金额相互抵消一部分，等于说我们可以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却完成了对标的股票的100%的对冲。继续举个例子啊，还是谷歌这只股票，7月19号的价格是179块3毛9，我持有100股正股的时候，先做了一个 covered call， 我卖出了一个行权价是185块钱的1个月后8月16号到期的看涨期权。那看目前的价格呢，我是可以收取到500块钱。与此同时呢，我再买入刚刚那个行权价是180块钱的，也是1个月后到期8月16号到期的谷歌的看跌期权。那价格呢是我要花费725块钱。那这样呢，我就组合好了我们这个策略。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方案，我们手里有100股谷歌正股，成本价是179块3毛9。第一条腿呢是卖出了一个看涨期权，卖了个 call， 行权价呢是185块钱，8月16号到期。第一条腿呢其实就是做了个 covered call， 收入了500块钱。那第二条腿呢是买入了一个看跌期权，买了个 put， 行权价是180块钱。那8月16号到期，花费了我们725块钱。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双腿策略。这个组合策略呢收入了500块钱，然后呢又花了725块钱，所以这个组合策略我们等于一共花了725减去500等于225块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它的对冲效果究竟如何。我们来看一下损益情况。如果到期日股价大幅上涨，涨超了我们设置的行权价185块钱，那这时候第二条腿买的看跌期权会作废，我们花费的725块钱的权利金会全部损失掉。那第一条腿 covered call 呢，卖出的看涨期权因为涨超了行权价185块钱，所以这张合约会被行权。行权后权利金呢，我们还是能够正常拿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赚500块钱的权利金。除此之外呢，股价从179块3毛9涨到了185块钱，我们还赚了185减去179块3毛9，那每股呢我们是赚了5块6毛1。因为我们是100股，所以说我们还可以多赚561块钱。那股价涨到185以上，我们净赚就是花的725，再加上我们赚的500，然后呢我们又赚了561，所以我们一共是赚了336块钱。那股价如果横盘没涨没跌呢，或者小幅上涨没涨到185块钱行权价，那么我们的第二条腿呢买的 put 也会作废，我们会损失725块钱。第一条腿呢卖的 call 净赚呢500块钱。那正股呢这时候还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净亏损是725减去500，那我们净亏损是225块钱。那么我们仅仅用了225块钱，却100%的对冲了正股下跌1个月的一个风险。如果股价下跌呢，无论小跌还是大跌，因为我们行权价设置的是高于股票当下价格的，所以只要下跌，无论跌到多少钱，哪怕最后股价归零了，由于我们是看跌期权的买方，所以我们有权利要求卖家以行权价180块钱的价格接手我们手里的100股正股股票。那目前股价是179块3毛9，那么这张看跌期权只要股价在180块钱以下，所有的亏损它都能帮我们买单，听起来都觉得爽，是不是？那这个组合策略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低成本对冲策略，我们称为一领策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策略，股价小涨没涨过卖 call 的行权价或者横盘，我们卖期权的费用和买期权的费用相互抵消，基本仅需花费很小的一部分成本。如果股价大幅上涨，涨过行权价，
无论涨多高，我们只能拿到一部分的一个收益。如果股价下跌，无论跌到多少，我们都有这个 put 保护，不会损失1分钱。低于行权价的所有的损失都由期权卖方来承担。以上就是这个衣领策略，大家没看懂的可以反复多看几遍。如果你会了这个策略，无论股市行情如何，我们以后的炒股之路想亏损都是不太容易的。介绍完这个策略啊，有朋友可能又要说了，还是不过瘾。这也仅仅是说花钱相对少的100%对冲，如果能零成本对冲，那就更完美了。你们这是想要把我逼疯啊？还好我有准备。那我就把我最喜欢使用的压箱底的策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下面这个策略基本上是能够达到零成本对冲的。如果能看到这里，希望大家给影片点点赞、关注、转发，谢谢大家。那这个策略呢，是一个多条腿的策略，一共有3条腿。首先呢，我们要持有100股正股。第一条腿呢，是卖出一个看涨期权，做一个 covered call。第二条腿呢，是买入一个看跌期权，这样呢，我们就构成了上面所说的这个衣领策略。到这里呢，小成本对冲这一步已经做到了，下一步呢是研究如何能够做到零成本对冲。接下来呢，我们就做我们的第3条腿。第3条腿呢，就是说我们再卖掉一个看跌期权，行权价呢设置的尽量低一点，设置到股价不太可能跌到的一个程度。那么这张期权到期的时候就会被作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白白的拿到我们卖看跌期权的所有的权利金。那这样的一个3条腿的策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做到零成本对冲风险了。那这个策略呢，我就不展开的讲解了，也不举例子了。下期影片的时候，我尽量花些时间把这个策略的损益情况给大家做一些分析。那今天的影片就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